女人登机时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原本应该人声鼎沸的机舱，此刻却只有她和女儿2个人，这种氛围让她感到极度不安。直到看见机场的行李托运车，女人才松了一口气，因为里面毕竟带着她最珍贵的东西。起飞不久后，母女俩便昏昏睡去。然而诡异的事情也就此发生，因为小美醒来后，竟发现睡在旁边的女儿不见了。一开始她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单纯的以为女儿贪玩。可当她找遍整个机舱，却都没有看见女儿的身影。于是小美找到空姐询问，听到对方说女儿在休息室时，小美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可等她跑到休息室，却发现那个小女孩根本不是她的女儿。不过小美此时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不断安慰自己，认为女儿可能只是找到了玩伴。随后她找遍了整个飞机，更甚至询问了很多乘客，可所有人都说没见过她的女儿，仿佛女儿好像从没来过飞机上一样。但等她回到座位，却发现了女儿留下的玩具熊。小美清楚地记得，无论女儿走到哪里都会随身携带这个玩偶。这一刻她彻底恐慌起来，不得不再次找到空姐。在她说明情况后，对方用广播发布了寻人启事，但令人诧异的是，他们等了很久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小美请求空姐搜索整架飞机，不过对方却认为她太过紧张，希望她能冷静下来，同时表示会把这件事汇报给机长。可过了很久，空姐都没有任何反应。就在这时，小美却突然看到2名空姐正在窃窃私语，她连忙追了上去，询问对方是否有女儿的消息。不料空姐却挂断电话，表情严肃地对她说，机场那边根本没有女孩的登机信息，而且他们的乘客名单中也没有女孩的名字。小美闻言顿时满脸的不可思议，她明明搂着女儿在睡觉。26, row 26. I put her in the seat next to me, 26A. The manifest list 26A is unoccupied, and I did the head count myself. I checked it.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小美慌忙翻找登机牌，可口袋里却只有她自己的机票。小美认为或许是放错了地方，她连忙跑回座位。然而当打开行李架后，却发现女儿的背包早已不知去向。可这么高的地方，6岁的女儿根本不可能够得到。小美瞬间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她认为女儿肯定是被人抓走，于是不顾空姐的阻拦，执意要找机长说明情况。她疯狂地敲打着驾驶室的肛门，然而下一秒小美就被死死按住。原来是乘警认为她的行为威胁到了航行安全。不过这么大的动静还是惊动了机长，为了能够弄清真相，机长不但查看了旅客的登机信息，还再三向空姐确认，可得到的回答都是没见过女孩，这让机长一时无计可施。但随后他就开始怀疑小美，询问她最近有没有饮酒或者服用药物。这时小美才心虚地承认道，自己最近在服用抗抑郁药，但这是因为丈夫刚刚去世，更何况药量也完全按照医嘱。同时她还解释说，自己和女儿坐飞机就是为了带丈夫的遗体回家，现在棺椁就在下面的货舱。这时空姐也证明的确有从医院送来的棺材，可他们也确实没看到小女孩。眼见小美焦急的样子并不像装的，机长思索片刻说道， Get the lights up. Get every passenger seated. No one in the toilets, no exception. Check every closet, every bin. 很快空姐开始检查行李架，但凡有可能藏下孩子的地方，他们一个都没有放过。可即便是这样，最终他们还是一无所获。小美见状连忙向机长提出搜查货舱，可没想到却被对方一口回绝，因为飞机处在高速飞行中，一旦遭遇气流，即便专业人员在里面都有可能发生危险。机长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但小美却仍旧不死心，她逐一检查每个座位。可当经过一个阿拉伯人时，小美却突然感觉十分眼熟，原来昨晚就是他俩在酒店对面偷窥。她怀疑肯定是2人将女儿藏了起来，但阿拉伯人却矢口否认。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他不仅说出昨晚入住的酒店，更甚至拿出了消费的账单。可即便证据确凿，小美还是发疯似的冲向他们。最终乘警不得不强行带走小美，同时警告她，如果再无理取闹，自己一定会采取强制措施。 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take your daughter? What makes her so special? What makes you so special? That's what this is all about. They picked me. They picked you. For what? I don't know. I think they're hijacking the plane. I think my daughter's a hostage. 此话一出，乘警更加确定小美精神有问题。就在这时，机舱传来广播，宣布飞机恢复正常秩序。这就说明乘务组已经放弃寻找。小美怒气冲冲地找到机长，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原来机长刚收到医院的传真，上面证实了她女儿和丈夫都已去世，并且2人是一起从楼上跳下去的。听到这个消息，小美一下子就愣住了，事情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她明明记得在丈夫出事后，自己和女儿在酒店住了1周。小美觉得所有人都疯了，但机长却认为她肯定是无法接受现实，才导致现在精神恍惚。最后让乘警把她带回座位，同时指派了1名心理医生辅导。这时小美也逐渐冷静下来，她开始相信自己的女儿已经不在人世了。可就在她转头的一瞬间，却看到玻璃上画着的爱心，她用手也在玻璃上画了一下，发现2者的粗细完全不一样。小美瞬间清醒过来，这分明就是女儿刚登机时留下的。随后她控制住激动的心情，谎称自己要去洗手间。一进门，小美迅速脱掉上衣，随后踩着马桶砸开肛门，翻进飞机的电子设备舱，紧接着用硬币打开控制箱，她把上面的插头调换位置。下一秒，机舱里的氧气罩瞬间脱落，所有人都以为遇到突发状况，顿时机舱里
里乱作一团。紧接着小美再次调换插头，随后整架飞机陷入一片黑暗中。小美趁机从厕所跑出来，很快钻进飞机的货舱。她不停呼喊着女儿的名字，可却并没有任何回应。就在这时，她看到了丈夫的棺椁，小美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她怀疑女儿可能被藏在里面，输入密码的手颤抖不已。可等棺椁打开后，里面却只有静静躺着的丈夫。小美瞬间瘫软在地。就在这时，乘警也恰好赶到，这次他不再手下留情，二话不说直接给小美戴上手铐，同时告诉她，因为她的行为机长已经决定迫降。但小美却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丈夫和女儿一起死了，那飞机上不可能只有一具棺材。可乘警却是满脸的无所谓，郑重地把她押回机舱。所有乘客见状纷纷鼓掌，他们认为就是这个疯女人的无理取闹，才导致延误了所有人的行程。不过小美却没有丝毫自责，她不断哀求乘警帮自己。最终乘警似乎内心有所触动，他叫来空姐，希望对方能帮忙照顾小美，自己要去找机长谈谈。这让小美内心再次充满希望。可诡异的是，乘警来到走廊后拉上帘子，他并没有去找机长，反而是再次来到货舱，撕开棺椁上的海绵，没想到里面竟藏着一组炸弹。紧接着乘警爬进飞机的电子设备舱，而此时那个无辜的小女孩正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原来这一切都是乘警的阴谋。随后他又找到机长，谎称小美是恐怖分子，他把炸弹藏在棺椁里，要求航空公司必须支付5000万美元，否则就要炸掉这架飞机。机长打算找小美谈谈，不料却被乘警制止，他声称小美不会和任何人谈判，随后建议航空公司立刻打钱，等飞机迫降乘客都离开后，他们再想办法抓住小美。最终乘警说服了机长，紧接着他又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客舱，可却被一名空姐叫住。原来两人也是一伙，他不仅修改了旅客的登机信息，同时还给机长发来医院的假传真。眼见同伙惊慌失措，乘警连忙安慰他，因为飞机10分钟后就会降落，只要他们逃走后引爆炸弹，根本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在安慰完同伙后，乘警再次回到小美身边，不仅为她主动打开手铐，还谎称等飞机降落后会一直陪着小美等候。很快飞机成功降落，小美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不过当看到机长出来后，她却发疯似的冲了过去，要求对方为之前的冒犯向她道歉。这时机长终于忍无可忍， Pratt, your money has been wired, just as you asked. A G3 is waiting, just as you asked. Perhaps we can do without the pretense of the missing child now. 此话一出，小美顿时一脸懵逼，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乘警却谎称去找警察走下飞机。小美紧张地跟了出来，眼见机场早已被警察包围，再想到刚刚机长说的话，小美突然意识到不对劲。在乘警走下飞机的前一秒，她叫住了对方。乘警闻言顿时傻眼，因为对于劫匪的要求，任何人都必须满足，所以他不得不乖乖走上飞机。可此时乘警并未紧张，他威胁小美，如果说出真相，就再也见不到女儿。等机组人员全部下去后，乘警也关闭了舱门，可转头的瞬间却被小美一下打晕。随后从他身上翻出手铐，把乘警锁在舱门上。然而就在小美翻找引爆器时，一个空姐却突然从里面走出。乘警见状趁机掏出手枪，好在小美躲避及时。在乘警追上的前一秒，她把自己反锁进驾驶舱。恼羞成怒的乘警疯狂挑衅着小美。原来她的丈夫并不是自杀，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熟悉飞机结构的人成为劫匪。显而易见，小美就是最佳人选。同时为了躲避机场的安检，他们害死了小美的丈夫。因为国际规定机场不会扫描棺材，这样就可以把炸弹安全地带上飞机。紧接着他们通过关系提前让母女登机，在小美睡着后偷偷抱走女儿，最后让所有人都认为她是个劫机犯。而此时小美偷偷打开通风口，同时丢出航空手册制造声响，让乘警误以为她要逃跑。等对方确定离开后，小美才从驾驶室里走出来。可下一秒她却再次碰到空姐。然而此时的小美早已不顾生死，她直接一拳放倒对方，紧接着打开电梯，终于在设备舱的最里面找到熟睡的女儿。可不论小美如何呼喊都无法叫醒女孩。而这时她也注意到了边上的炸弹，还没等她抱起女儿，就看到乘警追了下来。好在小美对这架飞机十分熟悉，快速地抱着女儿躲到隔离层。乘警叫嚣着小美不敢同归于尽，但她却小看了面前的女人。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小美从滚滚浓烟中走了出来。